今天呢，了解一下风格对齐啊 ，Style Align。这个东西呢，其实非常的神奇。我们在做图生图的时候，经常会讲到一个词叫人物的一致性。我们希望在我们绘制的不同场景下呢，这个人物呢是一致的。那其实呢，我们也有很多的技术，比方说 ControlNet， 比方说 IP Adapter， 其实呢有很多的功能都是来完成这个东西的。但是它们呢都做到了一部分，但是不能完全的做到。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风格对齐呢，就可以保证各个图片它生成的风格是完全一致的，而且这种一致性能触及到什么样的细节表现，是你完全不能想象的。那如果你不信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下边呢，我们看一下 Style Align， 也就是风格对齐。它应用的场景比较多，我们还是先从一个重点的场景来切进来。那这个场景呢叫 Style Align 的 Batch Align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呢是看在一个批次里边，它是怎么去做风格对齐的。先看一下基本的流程。这儿呢，我们加载了一个 3D Twin 的大模型。然后这儿呢，我们用了一个 Batch Prompt Schedule， 也就是我们对每一帧进行单独的规划。那么这个控件呢，我们在 Animate Diff 里边呢经常会用到啊，因为呢我们需要设定每一个关键帧的一些动作。好，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反向提示词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反向提示词。Seed 呢，我用了一个 RG3 的公用的 Seed 啊，主要是为了保证那么它们渲染的时候用的种子呢是统一的。然后这儿呢就用到了我们这节课最重要的这个组件，叫 Style Align 的 Batch Align 啊，它可以保证在每一个批次里边它的风格是对齐的。由于我这是大模型啊，但是我选用的 3D Twin 这个模型它的兼容性会比较好，所以说呢我这儿并没有用 1024×1024 的分辨率，而是用的768×768的。两个采样器完全一样，25采样，然后 CFG 值呢我这儿设置的是 5.0， 那么下边这个也完全一样。好，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提示词的部分。提示词的部分呢，我们公共的提示词前置的提示词我没有写，那后置的提示词呢是户外的一个场景，然后呢我希望它是一个 3D 的一个效果，然后我用了4个关键帧。那么第一个呢是一个白马，第二个是一个黑色的狼，第三个是一个老虎，第四个是一个棕色的大象。然后所以说这儿这个 max frames 呢应该是4啊，就是最大的帧数是4。那这儿跟这儿呢应该保持一致。所以说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生成这个效果。大家注意，这俩的唯一的区别是，上面这个是经过了这个模型的一个加持的，而下边这个是一个普通模型的。我们先来看普通模型的这4张。白色的马，黑色的狼，一个老虎，棕色的大象。大家看一下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我们只能说还比较漂亮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4张。是不是比较有意思？你注意这4张，不管是从场景、背景，然后这个动物的姿势，整体的光照的效果，几乎呢都是一样的。用我们比较专业的话来讲呢，就是它是对齐的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直观的对于风格对齐的一个感觉。那其实呢，我们可以做的再细致一点，比方说呢，我现在把刚才的 Outdoor 换成 Forest， 我们再来看一下生成的这4张图像，这个没有区别啊，看一下。依然是各自保持了自己的风格。我们再来看这4张，这4张由于我刚才用的是 outdoor 嘛，就是户外的场景，所以说呢，它整个的场景还不是特别准确，因为说户外嘛，它可能在河边，可能在山上。但是如果我写了 forest， 你会发现这个背景呢就对齐的更厉害。它基本的这种场景啊都非常的像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包括影子的部分。那么所以说呢，大家从这个里边呢也能看出来，那这种对齐的能力有多强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第3个用法。第3个用法呢，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更加细致的描述啊。那首先呢，我这个提示词就换掉了，我是一个 logo design， 然后是一个扁平化的 logo， 而且是一个 illustration 的，色彩比较丰富，而且是一个 3D 风格的，然后白色的背景，并且呢有投影的效果。那我们先看一下普通模型生成的这几个 logo， 这是马，这是狼，这是老虎，
这是大象。谈不上对齐啊，只能说色彩上还比较像，包括风格上其实差异很大。比方这个有一点折纸的这个效果啊，但是这些呢就完全不一样了。那我们再来看对齐之后的，这是马，一个折纸的效果，这个也差不多，这个呢也差不多。这个也是这个风格的，所以说风格呢是对齐的，而且你注意投影也是对齐的，你注意这个阴影，那光呢应该是从这照过来，所以说投影在这个位置。那我们看第二张，投影在这个位置，第三张投影也在这个位置，第四张投影还在这个位置。所以说这个呢它就比较厉害了。那下边我们继续看Style Align 里边呢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 ControlNet 去对齐我们的图片。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在现在的场景下边呢，我加了一个 ControlNet 的控制器。这个 ControlNet 的应用呢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啊，但是呢由于它是个大模型的，所以说你在用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些。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参考图，这个参考图呢我这个是一个大模型生成的，是一个1024×1024的，但是由于我的图片是768×768的嘛，所以说我把它缩放了一下，缩放到768×768。大家注意这个缩放的方法呢，大家尽量的选择这个。另外呢就是我用了一个 DWPose 的预处理器，是一个大模型的 OpenPose 的 ControlNet，这个别选 SD15 的啊，要不然你这个效果出不来。然后其他呢没有什么特别的。那我们看一下提示词的部分，那前置提示词是一个女孩的肖像，然后呢是一个坐着的姿势，户外的场景，然后不同的地方，一个是白色的衬衫长头发，红色的衬衫马尾辫，然后蓝色的衬衫应该是短头发，我这个写错了，然后是黑色的衬衫棕色的头发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生成的效果。先看一下普通模型的，由于有了 OpenPose 的加持呢，你会发现那么人物的姿势呢基本上是一样的。但是你注意啊，如果你细致去看，它其实还是不一样的。比方说这个手的位置，这个手的位置，这个手的位置和这个手的位置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啊，包括腿的这个效果，大家看一下腿的这个效果，就是它大体上一样啊，但是呢并不是完全一样。那我们看一下对齐之后的，大家注意先看整体背景，都是一个湖或者一条河来作为背景，但是这个就没准啊，可能有的是有水，有的就没有。那我们看一下姿势，手的位置，手的位置，这个手的位置，然后看这只手，腿啊，当然这个稍微有点不大对劲啊。然后衣服，白色衬衫，红色、蓝色、黑色。然后你注意光照，注意高光的位置，头发这个高光的位置基本上也是一样的。不光这个啊，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出错的这个地方，这个眼睛，它这4张图片眼睛都是这个样子，也就是它的面部基本上是对齐的。其实我们刚才让你看眼睛，其实你看看现在这4个人长的样子其实完全一样的，大家注意。那你再看这4个人，它就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切一个风格，我们切一个 3D 风格，大概那这是普通的模型生成的效果，基本的样式有啊，衬衫的颜色这都对，但是场景呢就不一样了，姿势也不大相同，变化也比较大。那我们再来看风格对齐之后呢，场景一样，光照一样，投影一样，姿势一样，长的这个脸也一样。所以说这就是风格对齐带给我们的一些震撼的直观感觉啊。那说了这么多，我们下边来看一下这个
技术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技术？那风格对齐呢是谷歌研发的一个新的技术啊，它可以在我们的纹生图里边进行采样算法的一些设定，然后让我们的图片呢在风格上呢它基本上是一致的。它这有很多的例子包括一些logo 的设计啊，一些特殊风格的画你都可以看一下。这儿也重点提到了就是 ControlNet 里边的StyleAlign。当然呢这个是不能直接用的啊，那如果我们用的话呢得用我们 ComfyUI 的这个扩展。这个扩展的安装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，那你可以有两种安装方式。第一个呢就是把这个给它克隆到我们的 Custom Node 里边，然后呢重启我们的 ComfyUI 就可以了。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Manager 去安装。那我们可以打开 Manager， 然后安装 Install Custom Node， 然后你可以搜一下 StyleAlign， 搜 Style 就可以啊，大家能找到这个东西，你直接安装也可以啊。但是你要注意啊，你单装上它是不行的啊。所以说呢我们需要用到一个改进版啊，这个改进版呢其实也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的一个改进，就是我们这个大神啊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啊，他做的改进是在另一个分支上，大家注意这个分支叫做 Use Step Latent， 然后你点开它，点开它之后你注意它有一个anit.py 的更新啊，就是这个的更新，这个呢是上周更新的，而官方的版本呢不能叫官方版本，就是原始的这个 Manager 里边那个版本呢是上个月更新的啊，所以说呢这个呢是一个最近它改进的一个版本，你呢手动的把它下载下来，替换掉你 Custom Node 里边 StyleAlign 文件夹里边的同名文件就可以了。刚才你也看到了，不管是在我们卡通人物的设计里边 ，logo 的设计里边，甚至写实人物的设计里边，那甚至结合我们的 ControlNet， 我们都可以保证它在环境、光影、人物的姿势几乎呢都是一致的，甚至人物的长相。那这个呢就是风格对齐的非常特殊的地方和非常玄妙的地方，是我们之前讲到的 ControlNet 和 IP Adapter 它无法企及的。那么核心的原理是什么呢？这儿呢我读了一下论文啊，但是我们不便在这儿展开去讲的话大家也会觉得枯燥无味，所以说我只说关键的技术。那它核心的机制叫做 Attention Share， 也就是我们共享我们的注意力机制。因为大家如果去发现我们的这个 Attention 的部分呢，它其实有一个选项就是 QV 或者是 QKV。那如果你做过人工智能，尤其是你用过 Transformer 这样的模型呢，应该对这个概念非常熟。那 Transformer 里边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呢，就是引用了 Q， 也就是 Query，K 呢也就是我们说的键名，Value 也就是我们说的键值，就是键值对这样的一个概念。所以说这种方法能非常有效的聚焦在我们需要关注的那个点上面。那一旦我们共享了这种 Attention， 也就是 QKV 这样的一种机制，你会发现那我们生成的这种对齐的效果呢就非常明显了。还等什么？赶紧自己试一下吧！关注我，让知识变得更有意思。